你认识这个字吗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们中国14亿人都应该跟他说一声感谢。他的一项发明，直到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无穷。我们大多数的手机跟电脑采用的输入法都是拼音输入法，但是你肯定想不到，拼音的发明者竟然就是他。他叫卢壮章，是一个连普通话都不标准的福建闽南人。那他当年为什么要发明汉语拼音呢？今天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，希望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，家里的孩子都能够学习进步。卢壮章1854年出生在厦门同安，21岁的时候，他到新加坡去留学，学的是英文。4年之后学成归国，回到了厦门鼓浪屿。他既能够讲闽南话，又能够讲英语，所以在鼓浪屿呢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人物。外国人在鼓浪屿如果想要听得懂闽南话，必须呢得找他来翻译。那么闽南人如果想要听得懂英文，也得找他翻译。就这样，卢壮章呢成了鼓浪屿上非常抢手的一个人才。由于当时呢90%的中国人都是不认识字的，教育强国。一个国家如果文盲太多，那这个国家肯定没有希望。所以1892年，他为了能够让中国人能够自主的去学习汉字，他开始发明汉语拼音切音新字。最开始呢就叫切音新字，像现在的香港、台湾，他们所用的拼音的输入法就是当年他发明的切音新字。而这种切音新字呢，可以让一个不认识字的人通过9个月的学习，快速掌握基本的汉字。所以当时的卢壮章就通过教学授课的方式，在鼓浪屿开办了一些学校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，他希望有一天他的这种发明能够推广到全国去造福社会。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呢？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，他认为我国之所以贫弱，是因为汉字繁难，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简单的学习汉字。而西方之所以能够强大，是因为西方有很多人能够读书认字，教育强国嘛。甚至在那个年代的中国，南方人都没有资格去谈论国语运动。作为南方的福建人，他觉得这是一种悲哀。所以在1892年，卢壮章就开始研究发明汉语拼音，然后在福建的很多地方开始大力的推广起来。为了能够提高汉语拼音切音新字的推广，他甚至还自掏腰包来进行印刷跟发行。但是你们想一想，靠一己之力想要把汉语拼音推广起来，在全国那是很困难的。但是终于有一天，对于他来说，好运来了。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，无意当中呢，卢壮章就把他的这个想法跟发明跟一个做官的同乡说了。他的这个同乡把他的发明传给了当时的光绪皇帝。皇帝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不得了，如果要是能够大量的来推行，对咱们大清朝的百姓学习汉字，那真的是太棒了，一定会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。所以当时皇帝呢就下了一道圣旨，想见一见卢壮章。于是卢壮章就非常高兴的赶往京城。这结果路还没走到一半，戊戌变法就失败了，光绪皇帝也被软禁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卢壮章呢心凉了半截，他在想，我到底是继续前往京城，还是说我现在就应该回到福建老家，回到鼓浪屿来，老老实实的在鼓浪屿岛上就当一名老师得了。但是为了梦想，为了让全中国人都能够学习到汉语拼音切音新字，能够认识到汉字，他决定继续前往京城，没有回头。到了北京以后呢，他就找到了当时的余衡司。余衡司其实呢就是掌管大清朝各种发明的一个部门。但是余衡司说，变法都失败了，我呢也不想趟这趟浑水，又把这个卢壮章的发明推给了另外一个叫易学馆的部门，就说你这个不归咱们管，你到易学馆去问问。当时的易学馆呢就随便给了他一个3000字的批文，就说你这发明，你这个东西不需要了，戊戌变法都没了，你还搞这个发明干嘛呀？但是卢壮章就觉得那中国那大清朝不还在吗？只要国家在，人民就有希望。所以他没有放弃，他继续的研究，继续的学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直到1903年，卢壮章收到了正式的官方邀请，
去参加全国语文运动的大会。每一个省呢都要派一个代表来参加，福建省的代表就是卢壮章。这次大会呢带去了37个可以简易学习汉字的拼音字母，引起了全国的广泛重视。这37个拼音字母当中，有25个被大会呢当场就给采纳了，称为我们学习汉语的重要拼音。但是为了能够做到雨露均沾，其他的12个拼音字母由全国其他的省份的代表来进行选择，所以卢壮章一个人就发明了25个拼音。他不但发明了汉语拼音，他还发明了标点符号，还提倡要横排横写，这是当时一种巨大的骄傲，巨大的改进。他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对汉语拼音来进行研究跟推广，为的是自己吗？肯定不是。他没有申请专利，他也没有占为己有，他为的是推广汉语拼音，来让百姓得到福利。但是晚年的卢壮章非常的可怜，他连买一份报纸的钱都没有。他发明汉语拼音的目的是为我们中国人都能够看懂汉字，让中国的万万同胞们都能够自主的学习汉字，为的是提高我们国民的文化水平。1928年，卢壮章离世了，他就是为了汉语拼音而生的，为了祖国的文化而生的。在1992年举办的全国语文运动纪念卢壮章100周年的大会上，很多人都肯定了卢壮章对汉语拼音做出的贡献，对中国语文做出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，开创了中国汉语拼音的先河。当时周有光先生也说过，卢壮章对汉语拼音的研究，对中国切音新字的研究，弥补了中国汉字没有拼音的重大缺陷。你现在应该认识这个字了吧？你也应该认识这个人了吧？卢壮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他说一声感谢。关注阿波，让我们一起了解。
的定位。如果战争来临，这些定位系统可以精确到敌人的坦克、船只，发现敌人，精准出击。不仅如此，它还为我国的两弹一星航天航空载人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就连长沙的磁悬浮列车的技术都是来自于国防科技大学，它真正做到了中国速度、中国精度、中国高度。能够在这里读书啊，就是把自己交给了国家，因为它承载的是一名军人的责任心和为国奉献的使命精神。关注阿波，让我们一起为祖国点赞。